我死后，妻子带着我的巨额遗产改嫁给他的混混初恋。婚礼上，宾客恭喜，儿孙祝福。妻子清冷孤傲了半辈子，从来不苟言笑的脸，在那天笑得开怀。而我引以为傲的儿子在婚礼上做证婚人，他感慨：我妈委曲求全了大半辈子，如今也算得偿所愿，终于和爸在一起了。乖乖女和混子学生，隔了半个世纪，终于破镜重圆。而我和他相伴一生，白头偕老，就是个巨大的笑话。原来，在他们的伟大爱情中，我只是个连男配都算不上的接盘侠。我曾以为上天眷顾，得以我一辈子圆满顺遂。年少功成名就，到了结婚的年纪，又娶到了学生年代暗恋的人。我的妻子周淑怡虽然性格冷淡，却十分体贴，我们携手共同抚养长大孩子，夫妻多年，很少有争吵的时候。虽然称不上相濡以沫，但也算是相敬如宾。我只以为她是天生性格冷淡，所以对我并不那么热忱。她愿意嫁我，我已经觉得很满足了，怎么敢要求更多？纵使一开始对我没有爱情，相处半生也该有几分亲情在。但我想错了，她不仅不念情义，甚至恨毒了我。在我垂垂老矣，躺在病床之际，满头银发梳得一丝不苟的周淑怡，带着她的混混初恋叶池来看望我。这一刻，我念了一辈子的幻想被打了个稀碎。原来周淑怡一直都没有忘记叶池。我曾经还幻想过，是否可以日久生情。我对她那么好，迟早有一天她会爱上我吧。我曾经还自欺欺人的想过，如果她没爱上我也行，她谁也不爱的话，我就不算输，至少我得到了她这个人。我愿意守着她好好过日子。可惜事实给了我巨大的打击。临终前，我握着周淑怡的手，我再也没办法自欺欺人了。你从来没有忘记过叶池，我这一辈子根本就是彻头彻尾的笑话。她抽回手，目光平静。我们都老了，我也都放下了。如果不是你当初非要横插一脚的话，我和池哥早就在一起了，也不至于蹉跎大半辈子。这都是你欠我们的。叶池也已经老了，看着身子骨倒是十分硬朗，他已经没了当初年轻时的桀骜不驯，也学会了稳重。他走上前来，替我掖了掖背角。老夫啊，你安心的去吧，多谢你这些年替我照顾淑怡，以后就由我来了。我被气哽住，屈辱的结束了生命。他们的婚礼办得盛大豪华，甚至包下来一座小岛，游艇、热气球，还请来了无数明星来表演，许多政商界大佬来捧场，比我当年有过之而无不及。绿荫草地上，白发盈盈的周淑怡挽着儿子的手走向西装革履的叶池，两人对视一眼，皆泪眼婆娑，梦幻如童话。数不清的宾客纷至沓来，有许多是我们当年交好的同学。他们在宴席中推杯交盏，觥筹交错，纷纷感叹着这场世纪金婚。周淑怡和叶池，一个学习成绩优异的清冷学霸，一个风头无两的痞帅校霸。他们在一起时就十分轰动。周淑怡会为了叶池逃课，叶池会为了给周淑怡出气，硬刚社会人，多么的情真意切啊！真是金玉良缘，天作之合。这对因我横插一脚而劳燕分飞的有情人，终于在生命的最后阶段破镜重圆，喜结连理。众人都在为他们曲折而终于圆满的伟大爱情欢呼雀跃。无人记得为妻子遮风挡雨，默默无闻，真正陪伴她一生的是我这个可怜的原配丈夫。而我一生积攒下的人脉和财富，皆在死后为他人做了嫁衣。偶有人提及我，皆道：如果不是我当年仗势欺人，横插一脚，又怎么会让这对有情人被迫分离，蹉跎半生？如果有来生，我绝不做他们唯美爱情间的绊脚石。如果真那么相爱，能一生念念不忘的话，我祝他们幸福。我想看看被周家当作弃子的清冷大小姐，得罪社会人被追债的街头小混混，他们如何继续相爱。所幸苍天有眼，我又回到了刚娶周淑怡的时候。淑怡怀孕了，你可要好好待她，敢对她不好的话，妈削死你。听见熟悉的声音，我眼睛一酸，忍不住掉下一滴泪来。我妈早年操劳辛苦，早早就离世了，这是我时隔半辈子再次听到她的声音。哎，你小子怎么哭了？妈奇怪地问道。还没等我解释，她就为我找好了理由，是太高兴了吧？妈是过来人，妈理解。哈哈，妈跟你说，既然跟淑怡在一起了，就好好跟人家过日子，这可是你求着娶回来的，可别像别家的似的，朝三暮四，让淑怡受委屈。听到这里，我内心一片荒凉。妈喜欢淑怡，觉得她长得又好看，学习又好，性格单纯，经常提点我要对她好。可问题是，我对她好，她从不领情，甚至还在心里怨对我。想到那个还在周淑怡肚子里的孩子，我眼神一暗。那个孩子，我倾尽心力养大，最后养出一个白眼狼。我永远也忘不了傅律在我坟头说的话。他说：爸爸，虽然你不是我亲爸，但我还是很敬重你，感谢你把我养这么大，您老安心的在底下吧。妈和叶爸爸很好，您不用操心。您也别怪妈改嫁，妈跟你在一起委屈了半辈子，老了也该享些福了。
想想当年要不是您强娶我妈，我妈也不至于和叶爸爸分离这么久，我也不至于这么大了，连亲爸都不能正大光明的叫一声。妈忍了这么多年，没找你报复，也是够可以的了，您就别念了，安心去吧。看着傅律给我点燃香火，我恨不得直接把香折断。我的妻子在我身边，却始终念着别人。我的儿子我费心养大，却不是自己的种。这天底下哪有这种奇耻大辱的事情？简直是让我身为男人的尊严受到了巨大的践踏。最可笑的是，周淑怡竟然认为是我强娶她。明明当时我向她求婚时，是她亲口同意的。结婚这种你情我愿的事情，要不是她点头，我还会娶她吗？我自认自己不会卑劣到拿手段去强娶人。既然不愿意，为什么还要点头同意呢？哦，是为了给肚子里的私生子上户口，好光明正大的把他生下来。周淑怡对我一向冷淡，对周围人也是，只有对傅律的事才格外的上心。她平常碰都不让我碰，晚上才愿意和我亲近。后来查出怀了孩子后，她就以保胎为借口，更是不愿意让我碰她。我以为她是害羞，或是出于对孩子的担心，总是体贴的按照她的意愿，自己难受也自己忍着。现在想想，她恐怕是为了给那个男人守身如玉。每次和我在一起的时候，她一边心里想着叶迟，一边装出一副正常的模样，忍着恶心对我的厌恶。和不爱的人做最亲密的事，她也忍得很辛苦吧？怪不得她会觉得委屈呢。和一个自己不爱的人在一起，日夜忍受着对真爱的愧疚折磨，不是强迫是什么？难道还要让她自己承认自己的不堪吗？可惜我那时一心沉浸在周淑怡嫁给我的喜悦中，竟什么也不懂，总是寻法子让她开心。庄园地产名贵珠宝，只要是我有的，都双手奉上去讨好她，真是糟践我的真心。和妈妈说完话后，我就去了公司。走进熟悉的办公室，我长舒一口气，坐下，正对着桌上的相框，摆着我和周淑怡的婚纱照。这个相框在之前放着我和周淑怡还有其他几个同学高中时的合照。照片上的我一脸喜气洋洋地看着镜头，而周淑怡只是嘴角微微勾起一个礼貌的弧度，眼里毫无笑意。难怪摄影师拍了几次都不满意，哪有新婚夫妻是这样的表情？我不禁冷笑一声。这时有人敲响了门，我将相册倒扣在桌面上，脸回表情，正色道：“进来。”来人是我的一个助理，他拿过来一份合约，恭敬地说：“副总，您之前看的青环山那一联排别墅过户的协议已经拟好了，您看现在需要拿给夫人签字吗？”听到他说这个，我才想起来，当时周淑怡刚发现怀孕，我欣喜若狂的同时，不免觉得怀孕辛苦，担心她的身体吃不消，于是打算给她青环山别墅作为补偿。我扣桌面，沉吟了一会儿，说：“先放在这吧。”助理眼中闪过一丝惊讶，很快又消失了。他恭敬道：“好的，副总。”想到婚后不久，我给周淑怡前前后后的赚了一堆财产，我就一阵头大，随即叫住准备走的助理，给他说：“严乔呢？把他叫过来。”助理脸色奇怪：“副总，您忘了严副总被您放到分公司了？您说不想让妻子产生误会，所以总裁办的女秘书和助理都被您调走了。”我眉头微皱：“没事，你先回去吧。”真是，还忘了这茬了。这什么无厘头的调任理由？总裁办的这些女高管无一例外名校毕业，能力过硬，怎么就全部调任了？我开始疑惑自己的智商了，真是活该上辈子被耍得团团转。转头，我一个电话拨去了人事部，让他们把严乔调回总部。严乔是我同校的学妹，本科学的是商法，硕士才是金融。那些被我赠给周淑怡的财产，得问问她能不能收回。重生回来的这几天，我都在公司处理账务，没回家去。打开和周淑怡的聊天框，不出所料的一句话也没有。虽然已经做足了心理准备，可看着空荡荡的界面时，我还是觉得心上一抽。放下手机，我靠回椅背，闭上眼睛，脑海里一幕幕闪过的都是上辈子的画面。满头银发优雅自信的周淑怡带着叶迟到我病床前，金贵无比的傅律假惺惺的在我坟前上香。还有临终前，周淑怡面带厌恶的说：“和你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煎熬，看见你的脸我都觉得无比的恶心。”我想还犹豫什么呢？爱过了，恨过了，怨过了，就别再心软了。他不来找我，我便自己去找他。重生回来的第一件事，我就去查了周淑怡和叶迟。这一查，果然让我查出了了不得的事情。叶迟当年为了周淑怡硬刚社会人，惹了大麻烦，碍于周家的权势，那群人不敢明面搞他，而是给他下了个套，设计他在赌场欠了上亿的巨款，他当然还不上，周淑怡也还不上，所以上辈子的我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俩断了联系，叶迟被追债的人搞死了。但是我查到叶迟的卡上每隔一段时间都会被打上一部分钱，有这些钱在，他被追债的人留了条命。至于这部分钱谁打的呢？当然是我那个看着清冷孤傲的老婆了。她拿着我每月给的零花钱去给她的情人还账，我让人冻结了给她生活费的卡，她果然一个电话就打了过来：“景哥，
这个月的生活费呢？你是不是忘了？周淑怡清冷的声音在电话中响起。没关系，我没怪你的意思，你打过来就行。看啊，他总是这样，假惺惺地说没关系，让我下意识地觉得愧疚，想要弥补他更多。事实上，我有什么错？他这样一顶帽子扣下来，有理的变成没理的，没理的反而像是受了委屈但很大度一样。我就静静地听着他装，一句话也不说。他终于察觉出来，顿了顿，询问：景哥，你怎么了？怎么不说话啊？我强忍着心里的恶心，故作委屈：淑怡，你一周都没跟我说话，一打电话就问生活费，你到底有没有把我放心上？周淑怡果然被问住了，她半天不说话，让她主动说出爱我的话，简直比杀了她都难受。人就是这样，总是喜欢别人主动把东西奉上，还要再假意推脱一番再接受，搞得像别人求着你要一样，以为自己多么清高。当了婊子还要立牌坊，明里暗里的恶心人。良久后，他说：景哥，你怎么能这样想呢？我要是不喜欢的话，怎么还会嫁给你？狗屁的喜欢，他只喜欢我的钱。我直接打断他的话：那你来看我吧，结婚这么久了，你还没来过公司呢。周淑怡不情不愿的来了，进来后便微昂着脖子四下打量，挑剔的眼神像高高在上的天鹅，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气质和年老时一模一样。我以前只觉得他是天上月，不敢亵渎，现在看来倒是落在水里的月亮，沾染了污泥而不自知，还端着皎洁的架子，比高高在上的月亮更为讨厌。只是2个月的身孕，他却像块临盆一样嘟着嘴撒娇：文景，你怎么不下来接我？要是宝宝出问题了该怎么办？周淑怡守护着肚子，矜持地在沙发上坐下，来求人也不把端着的姿态放下来。那张银行卡出问题了，支部的人说每个月都会划出去一大笔钱，有洗钱的嫌疑。我在想，是不是有人做局，最近就先不要用那张卡了。老婆，你钱够吗？够的话先忍一忍，我现在手里的卡也被冻结了，暂时没法给你转。我故作为难。周淑怡的脸刷一下白了。那公司的资金链没问题吗？她忧心忡忡。很难周转，估计得困难一阵。我可以这样说，老婆，你可不能趁我困难就抛弃我呀。周淑怡尴尬的笑笑，当然不会。景哥，我突然想起来，今天还约了产检，就先回去了，你在这里先忙着。他落荒而逃。目送着他走出去，我拨通了律师的电话。如果过户的话，很难再追回，当然没有的话，你可以起诉。那些珠宝首饰一类的，超过一定金额的话，也是可以要回来的。随着律师的话，我的心思也逐渐清明起来。重生回来后，那股压在我心头窝囊的感觉狠狠松懈。周淑怡、叶迟，没有物质的爱情就是一盘散沙。这次我想看看，没有我的钱来给你们还赌债，你们要怎么缠在一起苟且。周淑怡回去之后，没有像她说的那样去医院产检，而是挑了一部分首饰卖出去了。这些首饰原封不动的又回到了我手上。卖首饰的钱当然不够还赌债。从周淑怡的状态可以看出，她现在心情很不好。家中的仆人说，太太接了一通电话后发了很大的脾气，化妆品全都砸碎了，衣服也剪得稀烂，全然没了往日的风度。我笑笑，随他砸，随他剪，破坏了多少东西，我都记在账上。想想往日孤高清冷、端庄优雅的大家闺秀，为了昔日情人大打大砸，像个泼妇，我只觉得讽刺。我和周淑怡青梅竹马一起长大，她长得白净高挑，说话温声细语，班级里考试总是名列前茅，很得同学和老师的喜欢。在一群幼稚的男生心中，她是杨红樱漫画里的夏林果，是白月光一样的存在。我父母和周家父母交好，经常开玩笑说我们2家结娃娃亲。在这样的耳濡目染下，我也从对她的有好感，渐渐变成喜欢她。她性子清冷，对人总是不假辞色，只有对我偶尔才会露出几分笑意。我一直以为她和我一样，也是对我有好感的。直到叶迟的出现，她剃寸头、纹身、飙车、抽烟、打架，陈冠希的颜值，古天乐的身材，在一群乖乖的学生中显得独具一格。她像是热烈的太阳，一出场便吸引了所有女孩的目光。周淑怡也不例外，她的生活太循规蹈矩了，她急切的需要什么东西来打破束缚她已久的枷锁。叶迟很会玩，很懂如何讨女孩子的欢心，周淑怡被他迷得神魂颠倒，他和叶迟很快就坠入爱河。要说不难过，那是假的。我当时真真切切的喜欢他，知道他和叶迟在一起，确实心痛了一阵。但我不是那种喜欢横刀夺爱的人，所以刻意的避开他，不再听任何和他有关的消息。真正的契机出现在他高中毕业的时候。周淑怡不想上大学了，她想和叶迟私奔。他发朋友圈的时候忘记屏蔽我，虽然有点难过，但还是要学会割舍过去。今天就要和最爱的人一起浪迹天涯了，往后余生，无论贫穷富贵，都只认准你。配图是叶迟拉着行李箱肆意张扬，
还有他们俩紧紧相握的手。我敏锐地感觉到不对劲，将微信朋友圈截图发给了周家父母。很快他就被逮了回来，而叶池被周家父母勒令立刻分手，再也没有了消息。面对父母的指责，他哭得很伤心，说自己是被洗脑了才听信混混的话。由于他在长辈面前的形象一直很乖巧，众人都相信他只是一时鬼迷心窍，也不忍心继续苛责他。从那天起，他和我仿佛又回到了从前，青梅竹马，亲密无间。我以为是他终于懂事了，所以也看见了我的好，看见了我在背后的付出。我为此被欺骗了一辈子，直到他在我病床前拉着叶池出现。当年因为心疼她怀孕辛苦，生完妇女后，我自己扎了输精管，不打算再生第二个。我打拼半生的财产继承给了他和叶池，我费心养大的，甚至不是自己亲生的孩子。既然上天给我一次重生的机会，那我就要好好利用起来，让这对狗男女一一偿还，生不如死。我很快就制定好了计划。首先搞垮周家。我以前觉得我娶了周淑怡，那我们就是一家人，所以没少带着他们一起做生意。可他们呢？我的大舅哥最会忘恩负义，在我死后连同叶池用我遗留的财产赚得盆满钵满。能教出周淑怡这样伪善的女儿出来，他们家也不见得是什么好东西。再商言商，我也不想总扶持蒸蒸日下走下坡路的岳丈家了。周家的公司连年亏损，甚至不需要我出手做什么，停了对他们的补贴，仅此而已就足够了。我直接拉黑了周家父母和大舅哥的电话微信。半个月后，大舅哥直接到公司来找我，他焦急万分，质问我为什么不回消息也不接电话，为什么连家也不回，为什么周淑怡产检的时候我不陪着去。我笑了笑，这些年我已经给你们补了很多窟窿了，我这个人呢也不喜欢挟恩图报，我虽然不求回报，可也不希望有人落井下石，你说对吗？大哥。他脸色变了又变，大概想到还有求于人，于是又缓和了神色。那个文景啊，你看能不能借我一点钱周转一下？他有些窘迫，你知道的，公司暂时出了一点问题。我慢条斯理道，当然我很清楚，只是这窟窿越补越大，一直这样下去也不好，不如大舅哥眼里迸发出希冀的光。我面无表情地补上剩下的话，不如我来收购了。我说得很直白。大舅哥脸色气得涨红，文景，你怎么能这样乘人之危？我勾唇笑了，要真是乘人之危的话，几年前我就该把公司吞并了。我站起来，居高临下的俯视他，你不会真的以为我什么也不知道吧？周淑怡还跟他那个混混初恋藕断丝连，他肚子里的孩子，你以为真是我的？大舅哥脸色惨白，我已经仁至义尽了，至于是破产清算，还是我收购公司，你自己选。我头也不回的丢下这句话走了，独留大舅哥一个人在这里失魂落魄。在我准备做收好消息，等待的那几天里，周家发生了大事。周淑怡被他大哥硬拉过去堕胎，他当然是不愿意，哭天喊地，甚至还把刀架到脖子上，威胁他们，敢打掉这个孩子就和他们断绝关系。大舅哥心肠冷得跟石头一样，说断绝关系可以，先把肚子里来历不明的孽障给打了。周家大哥拉着刚打完胎的周淑怡来我这里求情，那个被打掉的孩子不孝子妇女，已经没有降生在这个世界上的资格了。周家大哥还是没想清楚，妄图用周淑怡的惨样来博取我的同情，可那个爱屋及乌的我已经死在上辈子了。周淑怡脸色憔悴，哭得梨花带雨，她跪在地上哀求道，文景哥，对不起，都是我鬼迷心窍，你能不能看在我们一起长大的份上，放过周家？我不为所动。她着急起来，踉跄着扑到我面前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孩子也打了，我已经改过自新了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她披头散发，哭得眼眶通红，看着好不可怜。你不是一直想和我有个孩子吗？等我养好身体，我们好好过日子，给你生一个男孩，一个女孩，我们一家4口幸福的生活。你不是一直想这样吗？你说话呀，文景哥，你为什么不说话？我心中突然泛起抽搐的疼，原来他一直记得我们小时候过家家说过的话，我们感情最真挚的那段少年时光，我曾很认真的和他畅想规划过未来，一个男孩一个女孩，爸爸妈妈在一起和和美美的生活。如果我没有重生的话，听到他这些话一定会十分动容，我真的会以为自己终于手得花开见月明，不计前嫌的和他好好过日子。周淑怡，听到这些话，你自己都不信，不是吗？在周淑怡愣住的目光中，我后退几步。我太了解你了，你说谎的样子真的一眼就能看出来。我无心再看这场闹剧，事情走到这种地步，已经无法收场了。吩咐保镖将这2位带出去后，我才长舒一口气。一种深深的疲惫感缠绕着我，太压抑了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所有东西都变得面目全非，围绕在身边的那些人早已不见当初的赤子之心。严乔敲响办公室的门，到办公桌上默默将一叠厚厚的资料放下。我随意翻了翻，
掉落出几张不可思议的照片。照片的角度很刁钻，叶池和周淑怡暧昧的样子全拍进去了。周淑怡的手上还戴着我们结婚时的10克拉莫泊桑大钻戒，甚至还有几张叶池抽烟在赌桌上下注的照片。我不可思议地望着他，这怎么回事？他耸肩，投桃报李呗。虽然您当时把我调到分部去，确实让我很……怎么说呢？总之，现在又回到总部来，莫名其妙的还升了一级，我感觉还是蛮不错的。我失笑，原来是因为这种理由，还真是实诚。他俏皮地眨了眨眼，然后扭头朝办公室外走。走到门口时，他顿了顿，又折返回来，说：“虽然知道说这些话可能有些逾矩，当然，我是以学妹的身份来提醒您，注意身体啊，别把自己逼得太紧了，放松一下嘛，千万别出问题。我的工资还等着您发。”那几张照片被我妥帖地收到抽屉里。起诉离婚的时候，被我当作物料呈上法庭。周淑怡作为过错方被判净身出户，出乎意料的顺利。我想，这是因为我重生抢占先机的原因吧。在我出手对付周家，准备打官司和周淑怡离婚的时候，妈曾打电话质问我。在我解释完前因后果后，她罕见的沉默了，叹了一口气。她极为疲惫地说：“我一直以为他是个乖孩子，看你们两小无猜，这桩婚事我是极其满意的，没想到他会变成那样。我想，他不是变成那样，而是本来就是那样，只不过是因为以前所有人都宠着他，顺着他，他才愿意装的美好。一旦有人让他有不满，他就会露出丑恶的嘴脸。妈不管了，只要你拎得清就行，你只要做你想做的就行。妈一直在你的背后。”听见妈说的话，我鼻子一酸，上辈子的自己怎么那么傻？这世上再也没有比家人更重要的东西了。在公司忙了几天后，我回家取重要文件，却意外撞上了周淑怡。我皱眉问家里的佣人，她怎么还没搬走？佣人说：“太太，是周小姐，她最近一直在收拾东西，每天搬一点点，我们也不好说。”正要给佣人说，下次直接把人行李打包扔外面，轰走就行，不用这么客气。这时，周淑怡从楼上台阶上下来，她说：“我们谈谈吧。”我不想听她废话，想直接转身就走，她却预判了我的行动，紧接着说：“不是什么很难堪的话题，只是几句话的事。如果你真的不想听，那就算了。”她语气中的客气和恳求，让我心中升起无限感慨。周淑怡本来就是骄傲的性格，突然间变得这么小心翼翼，还真是让人讽刺。我和她到楼上书房去谈，一杯温水下肚，我浑身都燥热起来，这种陌生又熟悉的感觉让我瞬间警惕起来。周淑怡体贴地扶过来，将我推到沙发上，精致的发丝垂在胸前，若有若无的幽香萦绕在口鼻。这时我才注意到，周淑怡穿的是一件真丝睡衣。她做事就要解开身上的纽扣，我伸手使劲将她推出去。周淑怡倒在地板上，发出吃痛的闷哼声。周淑怡，你要脸吗？身体的难受让我无法思考，什么话都往外说。她身体一僵，一滴清泪从脸颊划过，装出这副英勇献身的模样给谁看？从头到尾，我有强迫过你什么吗？不想嫁你可以拒绝，我傅文景没什么拿得起放不下的，还以为自己是人人捧着的美好公主吗？我指着她的鼻子大骂：“我告诉你，老子见过你最恶心的样子！表面上冰清玉洁，不染世俗，实际上你比谁都极度自私，让人讨厌。”我几乎口不择言，但这些话说的没错。周淑怡上辈子当了大学的文学老师，最注重声誉，看着淡泊名利，实际上评奖评优一个没落下，全部打着傅家和周家的名义。就这，还有人在网上说岁月从不败美人，她即使老去也依旧优雅，值得人尊敬。抛开爱的滤镜，她就是我说的那么丑陋和不堪。看看我们清冷孤傲的周老师也能为了利益甘愿献身，多么伟大啊！拿他最宝贵的贞操来换。最后周淑怡被轰走，我被送往医院。本来到这一步就足够了，但周淑怡的举动彻底的激怒了我。我找人向当初叶池惹的社会人透露了他还不上赌债的信息，叶池被打断了腿。同时我将那几张照片匿名发给警察局。半个月后，叶池连同那群搞赌的人齐齐入狱。周淑怡知道这一切后，想偷家里仅有的几百万现金去救叶池，还没偷出家就被打了一顿，锁在阁楼里。没几天就被他爸妈卖给一个中年丧妻的富商当续弦。和我离婚后，他已经被周家抛弃，彻底失去了利用价值。现实就是这么残酷。从前的我真挚爱他，为他奉上一颗真心，所有的事情都顺着他，他还是觉得和我在一起委屈。而现在他嫁给的那个人，日夜面对一张满是褶皱的老脸，才是真正的牺牲色相，英勇献身。我并没有刻意的害他，只是将一切拨乱反正，找回原本属于我的东西，仅此而已。人要学会为自己的选择买单，不会有人总跟在身边收拾烂摊子。再次见到他是在一个商场，他浓妆艳抹，哪还有当初清纯茉莉的样子，跟在继子继女身后讨好的笑着，看来他这些年过得并不舒心。
他不舒心，我就开心了。见我还在盯着周淑怡的方向，严乔在我胳膊上拧了一下，我吃痛的闷哼一声。严乔嗔怪的拈酸吃醋道：“还看心疼了就娶回来啊？”我笑笑：“不是已经和你结婚了吗？再娶她可不就成重婚罪了？我可是遵纪守法好公民。”严乔装作大怒的样子：“你还真想娶啊？蠢死你算了！”我拉着他的手郑重保证：“不会的，以后只有你一人。”我和严乔是办公室恋情，和周淑怡离婚之后，我就一心扑到事业身上，拓展商业版图，不断打破舒适圈。经过上辈子的事情，我也算是看透了，太无聊了。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，一辈子愤怒的是爱情，谩骂的是爱情，得意的是爱情，沮丧的还是爱情。一辈子就忙活爱情吗？别人没有义务承担你爱情的后果。爱一个人就是愿打愿挨，敢做就要敢当。所以我已经没有再谈恋爱的打算了。但事情发展的情况就是这么的离奇，就这么水到渠成的，我和严乔看对眼了。副总，老是有人造谣我和你有不伦的感情，该怎么办？某天，严乔突然敲开我的办公室门，那就坐实这个谣言。我挑眉一笑，在他惊讶的眼神里送上早就准备好的钻戒和玫瑰花。看吧，搞浪漫这一套我也很会。后来按照严乔的说法是，他对我本来也没那个意思，说那句话只是想趁机多要点工资，顺便要是再升职就更好了。但我毫无预料的那一通彻底打乱了他的一切想法，于是合计了一下，我这么有钱，就算以后分手离婚了，还能分到一大笔补偿费，所以顺水推舟就同意了。他还是一点没变，实诚的可爱。终于，我们这对36岁的中年情侣走向了婚姻的殿堂。严乔说，他一开始见证我和周淑怡从甜蜜婚姻突然走向溃败，一度是很恐婚恐育的，很快就和当时谈的男朋友分手了，也是实在没想到，最后竟然和我在一起了。我听完虽然有些失落，但很快释然。人生的每个阶段心境都是不同的，那时的我身陷囹圄，是绝技不会有如今的想法。陪伴才是最长情的告白，爱情哪有那么多波涛起伏，平平淡淡才是真理。故事总会结束，忘不掉的人终将释怀，风来了就都散了，从此回归尘埃，各自安好。